今天呢，我们要来看2023年最值得期待的10部电影。今年呢，对于电影产业来说呢，会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哦。因为过去几年呢，由于疫情的关系，很多电影都延期了。那今年呢，真的有非常多大片值得期待哦，例如说《玩命关头》啊、《沙丘》啊、《水行侠》这些内容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故事简介还有卡司阵容吧。那如果已经有预告片的话呢，我也会把链接直接贴在留言区跟资讯栏哦，大家听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点击观看哦。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讲《变形金刚：万兽崛起》。变形金刚这个系列呢，从2007年以来已经推出第7部了。那它的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第6集大黄蜂的时间线后面。那它故事剧情呢，是在讲述人类在1990年代意外被卷入数百年前的变形金刚战争之中。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全新品种变形金刚呢，强大金刚将会加入博派与狂派变形金刚之间在地球上的大战。它的预告片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个强大金刚的领手金刚王跟柯博文会面，然后这个金刚王呢就警告柯博文说呢，会有全新的威胁，也就是说呢，除了有强大金刚这个全新的品种之外呢，也会有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反派的全新品种的变形金刚出现。那在预告片里面呢，让人非常兴奋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例如说豹啊、犀牛或者是老鹰的变形金刚。那事实上呢，变形金刚这个系列在过去几集也不断的在寻找它的定位跟转型。从第5部开始呢，其实他们就已经在创造这个变形金刚宇宙的故事哦。而且制作公司呢，也已经确认今年上映的这一部《万兽崛起》呢，将会是一个全新3部曲的第1集哦。我也是要看一下大家捧不捧场啦。那导演的部分呢，则是由小史蒂芬·卡普尔执导。那预定的上映日期呢，则是今年的6月9号哦。下一部呢，我们来看一下惊悚片《挚友梅根》。那故事的内容呢，是在讲说一名机器人工程师杰马呢，他某天突然成为他侄女的监护人哦。那这个杰马呢，就吓死了，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带小孩，加上他的工作压力山大呢，所以他就决定将他设计的机器人玩偶，也就是梅根呢，陪凯蒂玩。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这个决定竟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哦。那这部预告片呢，其实先前非常的红哦，尤其是它的幕后呢，这个机器人梅根其实也是由一名小女孩饰演的哦。那大家会发现梅根她的脸很怪，对不对？那是因为这个小女孩她每一次演戏的时候，她必须要粘上一个面具，然后还要戴假发，所以就是真的还蛮辛苦的这样子。那这一部《挚友梅根》呢，将会在1月13号上映哦，也快到了。再来下一个呢，我们再讲一部爽片哦，就是《玩命关头10》。《玩命关头》这个系列呢，上映已经超过20年了，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那在今年呢，我们即将迎来《玩命关头》的最终章哦，也就是第10集。那这个第10集呢，非常特别，就是它会以上下集的方式哦。那上集会在今年上映，然后下一集呢会在明年上映。那必须要说，《玩命关头》这个系列的电影每一次都可以玩出新高度哦，不管是开车飞越外太空啊，或者怎样都打不死的主角。总之，应该可以说它是爽片的天花板了吧？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每一次拍《玩命关头》，冯迪索都会找到他的大咖好友来客串演出哦，连这一次也不例外哦。水行侠 Jason Momoa 会饰演一个全新的反派角色，另外惊奇队长 Brie Larson 则是会扮演冯迪索或是保罗沃克的妹妹。此外呢，还会有很多经典角色回归哦。那《玩命关头10》的上部呢，预计会在今年的5月19号上映哦。下一部呢，我们来讲《巴比伦》。那《巴比伦》这部电影呢，其实是 La La Land， 也就是《越来越爱你》的导演 Damien Chazelle 的新作品哦。那故事背景呢，是设定在1920年代，也就是好莱坞的黄金年代哦。那个时候的电影呢，其实是刚从黑白默片转向彩色电影的时代。那许多人呢，都想要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在好莱坞站稳脚步哦。那《巴比伦》这部电影呢，就是在讲述这些人他们野心勃勃，然后狂野不羁，导致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的故事。那片中的角色呢，也都取材自好莱坞的经典人物哦。我觉得这部片呢，应该会跟 La La Land 一样，就是走一个复古，然后纸醉金迷的感觉。那卡斯呢，则是有 Brad Pitt、Margot Robbie 还有 Tobey Maguire 演出，而且跟 La La Land 一样，原本这部片呢其实是想要找 Emma Stone 来演出的，只不过他瞧不出这个档期哦，所以则是由 Margot Robbie 来接手。那巴比伦上映时间呢，会在今年的1月20号，也快到喽。下一部呢，我们来讲已经热议非常久的小美人鱼真人版。这个还没有上映就引起大家疯狂讨论的小美人鱼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原来是演出女主角艾丽儿的 Halle Bailey， 她的肤色呢引起大家的唇枪舌战哦。迪士尼也亲自出面表示呢，这个外貌并不是这个选角的唯一标准哦。他们觉得这个演员 Halle Bailey 她的纯真好奇，还有各方面，还有她非常会唱歌呢，都很符合这个艾丽儿的角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全新的小美人鱼形象呢？欢迎在下面留言。我自己是觉得她真的长得
蛮像鱼，所以还蛮适合的。那真人版的小美人鱼上映时间呢，预计会在今年的5月26号哦。下一部是我自己也非常期待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的电影也就是全面启动天启的导演诺兰哦，这是他第12部电影哦，而且这也是诺兰第6次跟 Cillian Murphy 合作。另外呢，还有其他大咖，像是 Emily Blunt、Robert Downey Jr. 或者 Matt Damon。那奥本海默呢，其实是改编自一本小说，这个小说是普利兹奖的传记小说，它是在讲述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在2战时期前后的故事哦。而且这一部电影呢，也将会是诺兰导演第1部传记式的电影哦。那奥本海默的上映日期呢，预计在今年的7月21号。下一部我也好兴奋哦，就是《不可能的任务7》。《不可能的任务7》在拍摄期间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哦。期间真的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像是之前新闻闹非常大，就是因为在拍摄期间，这工作人员没有遵守防疫的规定，阿汤哥就非常的生气哦。而且还不止这样子哦，拍摄期间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惨案，像是特技发生恐怖的意外啊，或是机车起火啊，或是阿汤哥自己的车子被偷啊。总之呢，《不可能的任务7》前后花了18个月，终于要在今年上映啦。在这集里面呢，我们将会看到前几集的熟面孔哦，许多大咖都会演出，而且阿汤哥在采访中还自己透露说，第7集跟第8集是一起拍摄的哦。那第7集的预计上映日期呢，将会在今年的7月14号。下一部呢，我们来看《芭比》真人版。这个由 Margot Robbie 还有 Ryan Gosling 主演的《芭比》呢，是在讲述这个芭比意外来到真实世界，然后发生了一连串的意外呢，让这个肯尼还有芭比逐渐意识到现实的残酷，并且呢，他们也逐渐接受自己的独特，并且欣赏自己的与众不同。其实从前导预告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芭比是一部比较偏轻松浪漫的喜剧啦。芭比上映日期呢会在今年的7月21号哦，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电影就打算在暑假期间上映耶。再来呢又是另外一部大作，就是《沙丘2》。那《沙丘2》就是承袭上一集的内容呢，这一次我们将会更深入主角的世界，看到他如何起身对抗这个整个乱局的幕后黑手，也就是帕迪沙皇帝哦。还有在这一集里面，我们将会看到全新的成员哦，因为主角保罗·亚崔迪他的母亲杰西卡夫人呢，将会生出另外一名女孩艾莉亚。艾莉亚呢也有她自己的特殊能力，就会为这个故事走向带来全新的局面。那饰演男主角 Timothée Chalamet 跟女主角的 Zendaya 在里面的感情线也会成为第2集的重要支线哦。那除了男女主角之外呢，也会有许多大咖参与演出哦，像是庞德女郎、雷亚瑟杜。那时间过了那么久，其实我对第1集的印象就是它的步调有一点过慢，希望这一集呢能够改善咯。那沙丘2的预计上映时间会在今年的11月17号哦。再来下一步，我们来看前一阵子也是讨论度非常高的《水行侠与失落王国》哦。水行侠作为 DC 电影宇宙最卖座的电影呢，终于迎来了续作。这次呢依然是由温子仁执导，并且由原班人马 Jason Momoa、Amber Heard 还有 Nicole Kidman 回归演出。那因为前一阵子强尼逮捕的关系呢，相信这一次 Amber Heard 的演出戏份应该会被大大的删减哦。可以说水行侠这部电影也是一波三折啊。那预计的上映日期呢会在今年的12月25号圣诞节哦。下一部呢，我们来看《龙与地下城：贼盗荣耀》。看过《怪奇物语》的人应该都知道，里面的角色都在玩这一款桌游，就是《龙与地下城》。那其实这款同名的电玩游戏呢，在欧美是非常盛行的。那这一次呢，终于要推出真人版电影喽。那这部电影呢，背后将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观。故事呢，是在讲述一名盗贼跟一群冒险家踏上了一场史诗般的抢劫之旅。他们的目标呢，是去抢夺一个已经遗失的古董。但在过程当中，他们就惹上一些他们不该惹的人，所以就变得非常的危险刺激。那这部电影呢，将会有 Chris Pine 还有 Regé-Jean Page 主演。那预计的上映日期呢，将会在今年的3月3号。下一部呢，我们来看《捍卫任务4》。上一部《捍卫任务3》呢，其实是在2019年哦，在今年呢，终于迎来了第4部。《捍卫任务4》呢，是延续了上一集的故事内容，是在讲述这个杀手组织高桌会他们违反了江湖规则哦，导致各方的头头都非常的不开心，然后引起了大家造反的念头。那这个 John Wick 他决定联手纽约的丐帮帮主起义哦，决定推翻这个高桌会。那高桌会呢，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会想办法处理掉这些想要造反的人。相信呢，应该会有很多刺激动作的场面哦。那《捍卫任务4》呢，将会在今年的3月24号上映哦。最后一部呢，我们要来讲珍妮佛·罗贝兹的结婚大作战。大作战呢，是在讲述一对结婚的新人，他们在岛上举办奢华的婚礼，结果在结婚的前夕呢，两个人竟然都找不到当初对彼此的感觉，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在这个时候，竟然有一群武装的人来到了婚礼搅局，挟持了所有的宾客。那这个男女主角为了拯救亲友呢，他们决定携手对抗这一群神秘人士哦，并且在过程当中呢，竟然渐渐找回了当初相爱的感觉。那我觉得这部片蛮特别，就是它是欢乐的爱情喜剧，但是里面又带了很多动作的成分哦。而且这部片呢，也是珍妮佛·罗佩兹10年以来首度再次挑战的动作片哦。那这部片呢，在1月6号就已经上映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2023年非常值得期待的
10部电影哦，不知道大家最期待的是哪一部电影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另外呢，如果你觉得我这部影片还不错的话呢，记得帮我按个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下一部影片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